大家早安，我是 Misako， 我現在人來到了金澤車站，看看我背後這裡就是金澤車站非常具代表性的地標虎門。金澤它是位在於石川縣，說到石川，可能台灣人比較陌生，不過呢，從台灣其實是有直飛石川縣的小松機場的航線。那如果你是要從東京搭新幹線到金澤的話，也最快只要2個多小時就可以抵達。但是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只停留在金澤市區玩比较多，很少會跨足到石川縣的其他的區域，我覺得非常的可惜。這次我特地規劃了3天2夜的行程，要跟朋友一起開車遊整個石川縣，先跟朋友去租車，一起準備出發吧。我現在來到了租車行了。我這一次在石川的行程是租歐力士這一間租車行，它在日本是非常大間的租車公司。我有很多的台灣朋友，他來日本租車的时候呢，都一定會選歐力士，因為呢，它在日本全國47都道府縣都有店鋪。它的優點是它可以甲地乙還，你在規劃行程的時候就比較靈活，不需要說一定要回到原本租車的地方來還車。再來就是你辦手續的時候，提供的文件也會有中文跟英文可以看，而且它有些店鋪甚至會有講中文的工作人員，或者是講英文的工作人員。你如果聽不懂日文，也可以無痛的來租車。那我們這一次還會選它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提供的車種車型也非常的多，像是一般的車、廂型車、休旅車、高級進口車，基本上你都可以租到。而且如果你有帶小孩的話，你也可以在線上預約的時候就先選購你要加兒童座椅，那在拿車的時候他就會直接幫你裝好。那我們這一次是來金澤車站附近的歐力士租車，它其實東口跟西口都有店鋪，只不過呢，聽說就是對新手來說，西口會比較好取車，所以我們就選來西口了。從車站走過來超級近的，很多人來金澤玩會連同隔壁的富山縣一起玩。歐力士它在富山也有店鋪，所以就剛剛說的，歐力士它是可以提供甲地乙還，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出發，然後還車的時候就在富山那邊還車。那大家如果要在日本租車的話，一定要記得要攜帶你的護照、駕照正本跟駕照譯本。保險的部分，你建議選購到最高等級。原則上，如果有事故的話，它會補償你所有的費用。那它有一些方案可以選，我都是選最高的。那其實沒有很貴。那 NOC 的意思就是，萬一車子事故維修造成他們營業日沒辦法使用的損失，這個已經包含在裡面。假設你沒有保這個，萬一有事故的時候，你要負責賠償他們的不能使用車的營業損失。那這一次有租 ETC， 如果會用到國道的話，建議用 ETC。那你在過高速公路就不用去收費站，方便比較多，直接走 ETC 的匝道就可以。在取車的時候，工作人員也會一一的跟我們一起看車子的狀況。如果本來就已經有擦傷的地方，他也會事先筆記起來，比較不會有後續承擔風險之類的問題存在。好啦，那我們取好車，行李也全部都已經上車了，趕快開始這一次石川3天2夜的行程吧。啊，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去的地方——鶴仙溪的川床。我們現在從金澤市移動到了石川縣下方的加賀地區，這裡呢是以加賀溫泉鄉著名的。這邊有3個代表的溫泉：山中溫泉、跟三代溫泉，還有片山津溫泉。其中這一次我選的景點是位在山中溫泉的鶴仙溪遊步道。我會選這裡是因為這裡有一個非常具代表性的川床體驗，就是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我旁邊就是溪流這邊有架設一些川床的座位。沒什麼遊客，我們真的是來這邊馬上就可以入座。這個川床呢，它是季節限定的，每年的4月到11月都會開放這個川床的體驗。你可以買他們的甜點套組，有蛋糕跟茶點的組合。這個套餐呢，就已經是包含你的座位費了。我覺得它川床最厲害的就是不限時數，你真的要待幾小時都沒問題。雖然說它這邊只供應甜點套餐，你也可以只買茶，不過呢，你還可以自己外
外帶便當，你可以帶自己喜歡的料理，然後來這邊體驗這個川床，邊聽着旁邊的溪流聲，邊享用你的美味的餐點。我現在坐的是最好的位置，這個景觀真的是第一名，不想要離開這裡，這裡真的太棒了。More than enough to let the light in. The way you're making me feel it's divine. It's enough to let it flow, let it be. 'Cause you're everything that I crave in this life. 'Cause we're everything we can't find in another life. 我們在從鶴仙溪游步道移動到下一個景點的路上呢，又遇到了櫻並木。它這個櫻並木就是在農田的旁邊，一整排綿延不絕的櫻花過去。必須說，石川縣的櫻花真的有在誇張，因為我們從早上在前往加賀地區的路上就有經過福建川，然後還有去熊板川，再來現在是赤石町櫻並木。我覺得石川的櫻花都開得超級爆麗，他們的櫻花樹感覺沒有經過太多的修剪，每一棵樹都是開得超爆滿的狀態，櫻花交錯在一起，那個景色真的是美到不行。像我在日本住這麼多年，每年都有賞櫻，但是這樣賞櫻賞了一整圈下來，我發現我最喜歡的櫻花景點就是融入在日本人生活街道當中的那種櫻花，觀光客又少，可是你又可以拍出很有味道的櫻花景色。我覺得來石川玩，你真的不用特地追什麼櫻花景點，因為你在開車的路上，只要是遇到櫻花盛開的季節，你真的很容易就可以碰到像這樣一整排超囂張的櫻花櫻並木。现在来到了下一個景點，就是那古寺。寺廟本身已經有1300年的歷史，是一個結合了佛道跟神道教的寺廟。境內有非常多的看點。首先一進來的時候會進入一個叫金堂的地方。這一次春季來，它外面開滿了枝垂櫻，非常的漂亮。進入正殿之前呢，推薦大家先撫摸外面的木頭的柱子，你可以發現那個柱子有連通的一個繩子。你走進正殿之後，就會發現那個繩子是連接着裡面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手，因為我們是沒有辦法直接觸摸菩薩的嘛，所以就借由讓你撫摸外面的柱子，就好像在撫摸菩薩一樣。我非常喜歡這個設計。那再來離開正殿之後，下一個那古寺最大的看點就叫奇岩遊仙境。據說它這個奇岩這個岩石呢是天然形成的，好像是以前海底火山噴發自然形成一個岩壁跟巨石，加上它裡面是有設置墓碑的，遠看就好像一個萬聖節的鬼的人臉的造型，非常的有趣。我們現在是春季來，它裡面是有櫻花的。到了秋季的時候，境內又會有盛開的紅葉。冬天的時候，積雪的時候，真的是超級美，美到你值得專程為它來。下一個看點會走到本殿，本殿它本身的建築設計，它是沿着石頭本身的形狀去蓋的。走上去之後呢，你可以體驗胎內繞行，可以走進它的自然形成的山洞裡面，繞一圈走出來之後，又可以走到另外一邊，就是我現在所在的展望台。這個展望台上面呢，正對面就可以用最棒的視野來觀賞剛剛說的這個奇岩遊仙境。其實這樣繞一圈慢慢走，慢慢觀察，也是要耗掉1小時左右，真的大力推薦。
大家，我現在來到石川加賀地區一個超 B 級的景點，大家有看到我背後這個巨大的佛頭嗎？這個點呢，是我偶然間在搜尋 Google 景點的時候發現的小點，境內就是有供奉的巨大的佛頭像，而且我覺得我們剛好來的正是時候，因為它境內剛好開滿了櫻花，它的櫻花樹也是蠻大株的，我覺得把櫻花跟這個佛頭一起拍，蠻好看的，蠻酷的。如果不是在櫻花季來的話，可能就是顏色上會有一點，不是那麼好看。而且它除了櫻花以外，還有開花桃，整個顏色就是蠻豐富的。那這個小點呢，其實除了這個佛頭以外，它裡面還有一個類似迷宮的地獄巡禮的洞窟的行程。洞窟裡面擺了非常多的雕像，呈現出很多幕地獄的場景，真的是蠻小眾的景點。覺得大家如果是櫻花季來的話，如果有經過的話，可以順道來這邊參觀一下，拍個照還不錯。我現在人來到了牧場系公園，真的是又挖到了一個寶藏景點。牧場系公園它在當地也是一個賞櫻名所，現在正值櫻花滿開的時期，整個道路兩側全部都是櫻花，而且它的道路蠻長的，聽說總共有1700多株的櫻花可以看。那我是今天來到牧場系公園才發現，它夜間還有點燈，兩側會掛上燈籠，意外的蠻漂亮的誒，它的燈光點起來是有點偏粉橘的感覺，跟櫻花本身的顏色是非常相得益彰的，不管是近看也好，或者是遠拍也好，都非常的上相。不過呢，它現場雖然有設置點燈，可是沒有任何的攤販，逛起來蠻寧靜的，你只聽得到蟲鳴鳥叫的聲音，這樣也是蠻好的。總是介紹給大家。我們現在行駛在千里濱海灘上面，你看，我們直接把車開上來了，哎，超特別的景觀。我們的旁邊就是海，哎，他在跟我們揮手嗎？到底是不是台灣人？很想知道。哇，这個海灘連遊覽車這麼大型的車都可以下來，哎，你看，完全不會陷下去，超厲害的。我們剛剛去完千里濱海灘的那個景點，我真的是覺得，如果你來能登半島的話，是一定要去的景點。因為呢，它是日本唯一一個一般的車輛可以開上去的海灘道路，而且它目前也是被當作是一般正式的公路在管理的。那之所以千里濱海灘它是可以車子開下去的原因，是因為它的沙子又細又小，據說是只有0.2毫米。這個沙子遇到海水之後呢，它的結構就會變得很緊實緊密，硬度據說是相近於柏油路，所以呢，你一般車開進去，甚至我們剛剛還有遇到大型的遊覽車開進去，是完全不會剎線的，真的非常的特別。而且它全長其實有8公里，你就真的可以開車下去奔馳。在千里濱海灘的附近有一個道路休息站，這個休息站迷你小小可愛的，有賣很多當地的伴手禮，也有賣海鮮凍，然後也有餐廳。雖然說它就是小小的而已，可是意外的感覺蠻好逛的。你看我背後這個人已經在購物了，你看他手上已經拿一堆了。金箔的咖啡，金箔的茶，這個裡面有加金箔，這個是金箔的加賀棒茶焙茶拿鐵。這個哈奎。他們這裡有很多這種 UFO 的產品，那為什麼會有 UFO？ 主要是因為自古以來，哈庫伊這個市有一些市民很常看到 UFO 的傳說，所以後來縣廳決定把這個東西當成一個觀光的主題，才會有這個哈庫伊跟 UFO 聯合在一起的東西。那附近還有一個宇宙的博物館，也是因為這個有出現。然后我們開車經過這種交道啊，你也是要完全靜止，然後確認沒有火車也沒有燈，那就趕快通過。
看對面的車，他們都有停下來。記得不要馬上衝進去。我现在在能登地区七尾市的花嫁暖帘馆。这个暖帘文化呢，其實是以前日本的新娘她在加入夫家的時候，為了祝福新娘幸福，會掛了一面門簾，讓新娘穿過這個門簾。這個文化呢，其實整個石川都有流傳，在七尾這一帶是特別盛行的，所以七尾當地就有設置了有點像是博物館展示空間資料室的花嫁暖簾館，是有非常多的暖簾，每一面都做工很細緻，然後材料也都不太一樣，樣式也不一樣。我會推薦這邊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館內還有提供你可以穿着日本傳統新娘的衣服，有白無垢跟色打掛，你可以穿着新娘衣服之後去他們的展示室裡面拍照，可以體驗說，以前人家新娘子她在穿過門簾的時候的那一個瞬間。我覺得這邊的老師也非常的專業，有跟我說，其實這個門簾呢不是新娘自己去掀的，一定是別人幫忙掀，新娘再走過去，就是這個象徵意義。總之我剛剛也是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它其實是要戴假髮的，因為我等一下還有其他的行程要跑，怕頭髮用完，我就省略了頭部的部分。不過一般大家如果來體驗的話，其實是連頭髮的部分都會幫你 set 好的。覺得這個體驗真的是只有當地才體驗得到。說到這個花嫁暖簾的文化呢，石川就有一台觀光列車，它就是叫花嫁暖簾號，非常的和風，而且它的路線就是走七尾線，從金澤出發到七尾，到合昌溫泉站之後也會去坐，到時候再跟大家開箱。午餐時間，我們來吃能登牡蠣。我們現在在當地的一間牡蠣小屋，你可以體驗炭烤牡蠣。那我們就點了單點的炭烤牡蠣以外呢，還有點了很多的定食。這邊海鮮的那個大小，定食給的量真的是超級誇張的。聽說這個牡蠣呢，它是魚是每天早上從七尾溪灣裡面現撈出來，是非常新鮮的。你在夾上去那個爐子上面的過程，你都可以感受到那個牡蠣的大顆跟重量。我覺得它的定食也蠻值得點的，是因為它的米飯本身是用能登在地的能登米去煮的，覺得又挖到了一間寶藏餐廳，推薦大家來能登的時候試試看他們的牡蠣吧。就是要先把這個拉開來，確認它這邊有跟這個貝殼有一條白線連在一起。但是這個地方是它的干貝的部分，然後這邊要有一個連在一起的感覺，就是可以拉得起來的。還有要有這個邊邊這個黑色部分要有點翹起來，然後加上這個肚子要乾乾的，這樣就表示有熟了。我現在在能登鹿島車站，它是位在能登在地的一個小小的車站。因為這個車站附近呢有非常多的櫻花樹，所以每到櫻花季的時候就會聚集了非常多的遊客。而這個能登鹿島車站，它也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別名，叫做能登櫻花車站。這邊人氣到呢，在櫻花季的時候還會有小小的攤販。我們剛剛有買了3色團子，只是大家如果想要來這邊拍電車的話，就是要注意，因為它這邊電車班次真的是蠻少的，基本上就是1個小時只會有1班，頂多2班這樣。但是我覺得即使沒有拍電車，因為它這個車站附近真的有非常多的櫻花樹，現在真的是開得非常的暴力，整個滿開耶。你來這邊即使只是拍櫻花，我覺得也可以拍得很開心。再配上藍天的話，整個非常的好看。
們現在已經回來金澤市區了，然後在還車之前呢，要記得把車子的油加滿。那在租車的時候，歐力士也會跟你說你要加哪一種汽油，他也會給你離還車點最近的加油站的地圖碼。最後的手續就是你在还车之前要把汽油加滿。那我們這次租車就是用 regular 的車，你把它加滿之後，你记得要把明細留着。還車的時候，他會要你出示明細以及 ETC 的卡。這時候會再做一個最後的結賬，就是把 ETC 的費用結清。他還會大概再檢查你的外觀。我會建議你再拿個手電筒在車子裡面檢查仔細一點，看有沒有東西遺留到，那這樣就結束了。现在来到了金澤必來的景點之一東茶屋街。金澤有3大茶屋街，東茶屋街、主計町茶屋街跟西茶屋街。那這3個茶屋街呢，規模最大、最多店可以逛的就是東茶屋街，所以這邊也是主要遊客會來的地方。其他2個人的話，主計町茶屋街它就在隔壁而已，你從東茶屋街可以走路直接走過去。那西茶屋街呢，離這2個茶屋街比較遠一點，而且規模也比較小，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逛、想要了解茶屋文化的話，我最推薦的還是東茶屋街。这邊的建築呢，大概有100多間的茶屋老建築，現在大部分很多都被改建成咖啡廳，或者是雜貨店，或者是伴手禮店。如果你是想要了解茶屋文化的話，這邊有2間可以提供給遊客參觀，一間就是志摩，另外一間是懷華樓。不過這2個都是要付費才能夠進去參觀的。第一次來金澤的人來到茶屋街，可能會問號想說茶屋是什麼？茶屋它是藝伎表演的地方，是接待客人的高級的社交場所。雖然說現在茶屋文化還是有保存下來，只不過呢，跟以前相比當然是少很多，而且現在大多都改成是預約制，或者是表演用途的，是有特定的日期會開放藝伎表演，你可以付費進去參觀。如果你時間有限，只能選一個去參觀的話，那我會推薦志摩。志摩它本身除了以前的老建物的模樣它都有好好保存下來以外呢，它也展示了非常多以前藝伎會實際使用到的法式啊，或者是樂器啦。運氣好的話，你還可以試彈3味線，或者是去打鼓。像我剛剛去志摩的時候，我就遇到社長，然後社長他就問我說：“你要不要試着打鼓看看？”他人很好，還幫我錄影。這個是懷華樓沒有辦法體驗的。懷華樓本身雖然空間是最大的，保存的最良好，不過呢，體驗的東西跟展示的東西就比志摩少了一點。2個我都蠻推薦的啦。茶屋的構造其實蠻相似的，像是他們有一個正玄關、正階梯上去之後呢，他們有主要宴客的地方，然後還有貴賓室。再來呢，他們還有一個哈那雷就是以前藝伎他們調音、準備古裝、化妝，有點像準備休息室的感覺。他們呢，為了不要跟正玄關進來的客人打到照面，他們還建立了一個禮玄關跟禮階梯。你實際去參觀的話，你會發現這2個茶屋是有一些共同點，我覺得非常的有趣。现在來到了算是東茶屋街必來的甜點店博一，它最大賣點，大家會來買的就是它的金箔冰淇淋。相信大家如果來金澤玩，會發現金澤有很多金箔相關的衍生物，像是我剛剛吃的金箔冰淇淋，或者是工藝品也會加入了金箔。然後一般的和果子啦，或者是料理，甚至是保養品、酒類，你都可以看到會加了一些金箔在裡面。你可以把金澤跟金箔畫上等號，是因為金澤是日本最大的金箔產地。你來到這邊，隨處可見的金箔，像是我剛剛走過來的路上，就有看到一間小攤販，他就有賣了一些加了金箔的耳環，還有手工藝品，我就買了。我看到一個很可愛的耳環，這個剛剛看到，它這個裡面就有加了金箔，日常穿搭也不會覺得很浮誇。我剛剛買了一支金箔冰淇淋來吃，必須說是不便宜，就一支也要1000多。它蠻好的，是開放大家可以拍照攝影，工作人員會在你面前貼上一整張的金箔，吃起來其實就是一般奶味蠻重的冰淇淋，金箔本身是沒什麼味道的，就有點吃個紀念吧。
我現在在主計町茶屋街，它就在東茶屋街的斜對面，過一個橋就到了。雖然說茶屋街的店家都關得蠻早的，但是呢，到了晚上茶屋街是會點燈的。晚上點燈之後的氛圍又是完全不一樣真的是另外一種氛圍這邊好適合約會哦。我回来金澤車站了，點燈之後的鼓門也非常的漂亮很有氣氛。這一次石川縣自由行3天2夜的行程，不知道大家整支影片看下來有沒有特別想要去的景點？石川真的非常的大，即使我跟朋友開車這樣3天2夜跑，也還是有非常多的寶藏景點來不及介紹給大家。總之，我先立個 flag 在這邊，我一定還會再回來金澤，還會再回來石川拍影片。最後再次感謝歐力士的大力支持，我們下一趟旅程見吧，拜拜。